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色魔频道。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这支富士的 50mm f1.0 的镜头。这支是富士最大光圈又是自动对焦的镜头。今天这个视频跟以往的评测视频一样，我会做一些评测，看看这支镜头的表现会是如何，然后提供我的意见，到底这支镜头适不适合你，值不值得买。我也使用富士的 SS10 这台相机来做测试。之前我已经有评测过富士的 XD4、X-Pro3 以及 XE4， 唯一就是还没有使用过这台 XS10。不过今天主要是要聊这支 50mm f1.0 的表现，等下一集视频我再详细的聊这台 XS10 的相机。目前马来西亚雪隆一带行动管制令又在升级，完全都不能有户外的活动，连跑步都不可以。所以这个 50mm f1.0 镜头的测试都是在室内或者是自己家里的范围以内进行。富士 APS-C 的镜头群里已经有一支 50mm f2.0， 然后也有一支 56mm f1.2。那两支镜头的体积都很小，不过最大光圈就没有像这支 50mm 有 f1.0 的超大光圈。这也是富士镜头群里唯一一支能够有 f1.0 大光圈的镜头。从历史上看来，到目前为止有 f1.0 光圈，然后又是自动对焦的镜头。除了这支富士的 50mm， 多年前的佳能也有一支全画幅的 50mm f1.0 的镜头。当然，其他厂牌像徕卡、尼康或者近几年的 7-Artisan 及 TT-Artisan 也有 f0.95 的镜头。不过这些都是手动对焦镜头。有自动对焦又是 f1.0 的镜头，到目前为止也只有佳能的 L 镜头，然后就是富士这支 50mm f1.0 镜头了。换算成全画幅的焦段 ，50mm 就变成了 75mm。这样的焦段是比较适合拍摄人像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支 50mm f1.0 重量体积都不小，大约要845克左右，是使用 77mm 的沥青，然后 103mm 的长度，直径也要 87mm。它配像富士的 SS10 也会显得有点头重身轻的感觉。整体看上去镜头真的很大，要使用这支镜头，机身至少都必须要有手柄或者电池握把。SS10 的 hand grip 比起其他富士相机算是比较突出，所以 SS10 配这支 50mm f1.0 感觉会比较顺手。这支镜头可以达到 0.7 米的最近对焦，镜头绳的设计也很简单，只有光圈环及对角环，没有其他像 AF/MF 的切换钮，也没有镜头防抖。不过镜头就有仿成仿低的功能。这支镜头大约要卖马币6000多，对于一支 APS-C 的镜头可以说不便宜。不过看在 f1.0 大光圈上，又好像很值得。它的锐度表现在 f1.0 光圈全开，照片中央部分都很锐，边角的锐度也相当的出色。对比其他 f0.95、f1.0 或者 f1.2 大光圈的镜头，这支富士的锐度表现可以说比其他镜头好。f1.0 光圈全开就可以很放心的去使用，锐度就已经很令人满意。加上镜头也没有什么畸变问题，不必做什么修正都可以。边缘视光也不明显，缩小1-2级光圈就可以完全解决边缘视光。但是在 f1.0 光圈是有指边的问题，一般大光圈镜头都有这样的问题，可以使用软体去修正，或者缩小1-2级的光圈就可以解决这指边的问题。Bokeh 我觉得是很柔美，虽然在光圈全开 Bokeh 是有猫眼的形状，不过 Bokeh 的效果是看个人的喜好。总之在 f1.0 光圈全开，背后全景深的效果是相当的明显。这支镜头的对焦速度不算很快，总是要稍微拉一下风向才对上焦。
这应该是富士镜头 Non-Linear Model 的一个小问题。在拍照的时候对焦算是很准，不过感觉上对焦就比较慢一点。如果拿来拍视频，对焦也表现得比较迟疑。比起其他富士 Linear Model 的镜头，这支镜头的自动对焦在拍摄视频上就比较不理想。建议还是使用手动对焦来拍摄视频。再加上对焦马达会产生一些声音，也建议使用外界麦克风来收音，避免收录到镜头马达的声音。到底这支 50mm f1.0 的镜头值不值得买？还是说你已经有了富士的 50mm f2.0 或 56mm f1.2 的镜头，那还需要升级买这支 f1.0 吗？买这支 f1.0 镜头就必须牺牲富士轻便的造型，搭配富士 APS-C 的相机就显得镜头特别的突出，失去了整体的平衡感。但是我觉得会买这支镜头的原因就是它 f1.0 的光圈。然后锐度在 f1.0 光圈全开就已经表现得很出色，中央际边角锐度都令人满意。如果你要求这一类的 f1.0 锐度表现，那么这支 50mm f1.0 就真的很适合你。加上你又是富士相机的铁粉，说真的，目前也没有其他镜头可以取代这支 f1.0 的镜头。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到此为止。你已经中毒，让我帮你解解毒。我们下次再见。拜拜。